同事是个白富美，喜欢用钱砸人，帮她整理文件砸1000，帮她买咖啡砸最新款手机，帮她处理琐事砸3万。可闺蜜却觉得我没骨气，讽刺我是职场舔狗。一气之下，我退了所有转账和礼物，再也不理那位富婆同事。后来我因拒绝主管潜规则要求，被恶意调岗至保洁部门。走投无路下，闺蜜介绍我去了她弟弟工作的公司打工。一次应酬，我被灌醉，醒来躺在酒店床上，我要报警，闺蜜却联合她弟弟送我重开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入职第1天。谁有空帮我整理一下这份财报，下午会议要用。我来。接过那份厚厚的文件夹，才意识到我真的重生了。如烟姐，需要我帮你归档吗？好，整理清楚一点，不会让你白忙，给你1000块辛苦费。我立刻帮他整理文件，分类归档。同乡颠簸在办公室门口悄悄朝我招手，我装作没看见，像只勤劳的工蜂一样忙完文件，又顺手帮柳如烟整理了办公桌。颠簸见我不理他，走进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瞥了柳如烟一眼，显然不敢当面得罪。走，陪我去楼下买咖啡。正好手头的事忙完了，我拿起柳如烟的杯子，半推半就的跟她出了门。刚走出办公室，她就甩开了我的手。林之意，你是不是脑子不清醒？家里省吃俭用供你读大学，就是为了让你在职场给人当丫鬟的。你辛辛苦苦面试进这家公司，就是为了给有钱人当狗腿子吗？我和他说出一模一样的话，颠簸气得脸都白了，紧接着又说：你真让我失望，要是再这么没骨气巴结他，我们就别做朋友了。行啊，那就绝交吧。颠簸震惊地看着我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。我早就该看明白，他根本不是为我好，不过是听到整理文件能拿1000块，心里不平衡罢了。毕竟我们都来自小县城，月薪也就4、5千，这1000块够我们1个月的伙食费了。好狗不挡道！我看你是真的疯了，几辈子没见过钱吗？这么见钱眼开，为了1000块连尊严都不要了。我真后悔跟你做朋友，林之意，我等着看你被人踩在脚底下的那天，你可别后悔。哦，至少我有钱交房租了。颠簸一噎，脸色像吃了苍蝇。我俩之前合租，总凑不齐房租，房东催过好几次。他本来还想找家里要钱，连说辞都和我排练过。这么多年闺蜜，我太知道怎么戳她痛处了。颠簸越想越气，直接气呼呼地走了。我捧着柳如烟的杯子回到办公室，放好后又主动帮她整理了书架。刚才我都听见了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以前是我眼拙，错把她当朋友。那我们加个好友吧，我叫柳如烟，以后就是同事兼朋友了。好，我叫林之意，很高兴认识你。话音刚落，手机叮一声响起，收到柳如烟转来的5000。我抬头看她，她笑得明亮，里面包含精神损失费。和我做朋友，别客气，我没什么别的，就是钱多。好，我是艺人，喜欢热闹，以后咱俩就是职场搭子啦。好，富婆搭子，我要翻身了。下班后，我带她去了公司附近的商场，采购办公用品和零食。推到收银台结账时，我刚要掏手机，就看到柳如烟已经打开了付款码。我连忙按住她的手，这次让我来。柳如烟点点头，收起了手机。我和柳如烟一直溜达到了晚上才去食堂吃饭。我拿出 ID 卡，如烟带 ID 卡了吗？我去办2张卡，食堂肯定会经常来的。餐厅前台有2个窗口，一个是办卡，一个是充值。我让柳如烟排我前面，她却直接排到了充值窗口。得先办卡才能充值。我知道，我老兜卡，就用你的吧，反正以后咱俩经常一起吃饭。我刚办完卡，柳如烟就把卡拿走了，直接缴了费。个、10、100、千、万，天，这够我们吃1年了吧？这也太不好意思了。你找位置坐，我去点餐。取餐区前面还有3、4个人，颠簸看准一个空隙就插到了我前面。哟，真当起跟班了，你这狗腿子可真敬业，主人在桌上等着你喂呢。我好心劝你，你不听，现在好了，彻底成丫鬟了吧？为了几个钱，脸面都不要了，我真替你恶心。小姐姐，请不要插队。什么插队？他是我朋友，就为了1000块，整理文件、收拾桌子、跑腿买东西。林之意，你就这么缺钱吗？怎么这么得？他送你的东西不会是假货吧？真给你钱了吗？说不定就是骗你当免费劳力。想想你为了那点钱被人当丫鬟使唤，我都觉得可笑，太可笑了。林之意，你做个人吧。我啪的把会员卡拍在读卡器上，周围几个同事顿时倒吸一口凉气。3万，你在饭卡里充了3万。后面有人惊呼，颠簸猛地抬头，盯着显示屏愣在原地，眼睁睁看着我点了最贵的套餐。对比他手里的优惠套餐，他咬紧牙关，眼睛都气红了。我把餐盘端到柳如烟面前，刚坐下，颠簸就端着他的饭坐到了我旁边。你就是林之意的新同事吧？请你把卡收回去，别再使唤他了。你以为他是你什么人？小助理吗？别以为有几个钱就能践踏别人的尊严，把人当丫鬟就是你们有钱人的乐趣吗？林之意是来工作的，不是来给你当丫鬟的。你要是还有良心，就把卡拿走，别再侮辱他了。林之意是穷，但他有骨气，不受嗟来之食。我为什么要收走？那是他的卡啊，他的卡。你这是在羞辱他。你觉得林之意是乞丐吗？快把里面的钱退出来，让他自己充。
他是不是有病？他还是你朋友？不是，绝交了。你算什么？也配管我的事？我爱怎么花钱是我的自由，离我们远点，还不快滚！你们竟然还骂人！说完，颠簸突然伸手夹走我盘子里的大虾，端起自己的饭就要走。这虾就当是你骂我的补偿，真不知道我以前怎么会和你这种人做朋友，给人当牛做马还乐在其中，真是的。帮你说话，顾你面子，你还不知好歹。要是你现在马上道歉，把钱退给他，跟他说你不稀罕，再给我写10000字检讨，我就原谅你。我看准他转身的姿势，伸腿一绊，颠簸尖叫一声扑倒在地，餐盘全翻了，汤菜洒了一身，那只虾正好摔进他嘴里，还粘着地板上的灰。呵，还道歉，道个嘚！以前怎么没发现他这么离谱？回到公司公寓，我正整理衣服，柳如烟扔过来一个小盒子，打开一看，是最新款的手表，全新的，送你了。这会不会太贵重了？跟我做朋友别客气，拿着，不收就是不把我当朋友。我的老天奶了，这我要是拒绝，那就是我林之义不识抬举。我麻溜地放下东西，拎起垃圾就往外走。今天忙了一天，垃圾都忘记丢了，等丢完垃圾回来，让你体会一下我18代按摩传人的厉害。谁知我刚拉开门，就被颠颠一把推在墙上。我要那套贵妇护肤品和那个手表，熄灯钱给我。你是乞丐吗？你说什么？要是你现在道歉，并把东西都给我，我就原谅你，咱们还是好朋友。有病就去治。林之义，你怎么能这么说我？这人生地不熟的，你忘了是谁陪你一起来的吗？是他和他弟弟买的站票，却劝我买卧铺，最后3人挤在我的铺位上过来的，怪谁呢？只怪自己以前太好拿捏。我都说了我们绝交了，你的脸皮怎么跟城墙一样？真是不可救药。第二天中午，柳如烟想吃楼上的日料，我想吃楼下的简餐。刚走到点餐区，就见颠簸领着一大群人涌了过来，我正要扫码，就被他一把拉了出来。干什么？我现在给你一个挽回友谊的机会，请我们职场互助社全体成员吃饭，我们要吃最贵的那家自助餐。我凭什么请你们吃饭？怎么回事？颠簸，不是说今天你请客吗？为了这顿饭，我早上都没吃，快乐死了，快点吧。你卡里不是有3万吗？又吃不穷你，就当帮同事了。我又不认识他们，请客对我有什么好处？朋友之间互相帮助，你还想要好处？这样吧，你连续请我们吃1周，我们就破格让你加入职场互助社，这可是公司最大的团体。职场互助社我听过，表面上互帮互助，实际上经常搞些攀比和压榨新人的活动。看来我卡里这3万块让颠簸极度疯了，居然想用这种损招让我大出血。他们人多，我硬刚不过，赶紧撒腿跑路。快追他！我们是来吃饭的，不是来跑步的。不是你说请客吗？快带我们去吃自助。不是，我是让他请客，他跑了，咱们快去追啊！我们又不认识他，我们只认识你，是你说的请客，要是敢骗我们，有你好受的。欺软怕硬，颠簸卡里就几十块，请这么多人吃饭，恐怕得让他倾家荡产。前辈，我是真的没有钱，求求你别让我请客了。正值午餐高峰期，他这一闹吸引了大片目光，不少人举手机拍照，为首的几个同事脸色难看，纷纷散去。晚上下班回到公寓，我发现房间一片狼藉，桌上的化妆品全被拆封损毁，柳如烟送我的手表和护肤品也不见了。想到昨天颠簸的话，我立刻报警。帽子叔叔在他柜子里找到未拆封的护肤品，证据确凿，但他死活不承认拿了手表。他哪捞了那么多好处，分我一点怎么了？你现在这么有钱，也不差这点吧？物种多样性真是让人开眼。颠簸，你归还护肤品，赔偿林之义3万元，否则依法处理。3万？你知道3万对我意味着什么吗？我全家1年才能攒这么多。颠簸，你已构成盗窃，若不赔偿，将影响你的职业生涯，甚至被公司开除。柳如烟，你那么有钱，给我点怎么了？真无语。我有钱，就是不给你。第二天，颠簸把手表还了回来，表盘碎了，表带还有烫痕，我没为难他，去专卖店修好后戴在手上，然后给我妈赚了2000块钱，打了个电话。妈，我和颠簸这边接了个私活，1个月能挣3万呢，这是我预支的，第一时间就想孝敬您。颠簸也预支了，不知道他给王姨了没？这丫头挣钱了居然不告诉我，知意先挂了哈，我用你妈手机给颠簸打个电话。妈，我真没钱，你给我留的那点连生活费都不够。哼，你就是不想给，知意都跟我说了，你们一起接了活，还预支了工资，他那2000早打给他妈了，你的呢？他哪是接活，他是巴结有钱同事。你还骗我，什么同事这么大方，一给就是几千，你要是再不汇钱，我就去你公司闹，这班也别上了，回家种地嫁人。妈，我真的没钱，我辛辛苦苦把你养大，多不容易啊，当年多少人劝我把你送人，我一点一点把你拉扯大，现在长大了就不认娘了。颠簸的父母是村里出了名的难缠，他这次倒霉喽。这么想着，我回到了公寓，刚一进门，
柳如烟便扑了过来。颠簸最近怎么没来惹事了？之意，你说他是不是被帽子叔叔吓到了？我不这么觉得，他那种人不吃大亏不会老实。那我要不要雇个保镖，贴身保护咱俩？我的大小姐，他还没那么大胆子。不过我这几天看他和一个部门经理走得很近，难道在谈恋爱？谁知道呢？只要别来惹我们就行。晚上吃饭时，我才发现我妈把那2000又转回来了。等稳定了再给妈。妈做了个梦，总觉得对不起你。上辈子因为被主管调到了边缘岗位，工资锐减，加上不知颠簸跟我爸妈说了什么，让他们对我百般嫌弃，还不断的向我要钱，我怎么解释都没用。我妈还劝我钱要花在正处。现在想来，肯定是颠簸在中间挑拨，他和他弟弟上辈子敢那样对我，说明他们手里肯定不干净。人的贪念和胆子都是越喂越大的。之意，颠簸给你王姨打了钱，他不知道在干啥，妈总觉得不是正经工作，你千万别跟他去。妈不求你现在挣大钱，好好工作就行，离颠簸远点，交几个真朋友。我妈为什么让我离颠簸远一点？难道她也重生了？妈，你是不是知道点什么？妈只是做了个梦，梦里颠簸说你挣钱后在公司乱搞，还发照片给我和你爸。我们明知道你被降工资，还不断的向你索取钱财，把你逼得想不开。妈对不起你呀。原来上辈子的真相竟然是这样，只是我并不是自嘎。妈，那只是梦，别多想。颠簸有没有说他在做什么工作？这倒没说，但你王姨说颠簸给他也找了个活，1年20万。1年20万？王姨今年将近50岁，什么工作1年20万？就算是城里打工，也难有这么高的收入。何况王姨只会做些农活和手工，颠簸突然给他妈找这么个好活，绝对有问题。难道这一世颠簸已经走上歪路了？我正想着，手机震动了一下，是柳如烟发来的消息。之意，你猜我查到了什么？什么？他发来一张截图，是公司内部论坛的一个匿名爆料帖，标题是小新部门经理张某专骗女员工去培训。我点开一看，内容说张某以高薪兼职为诱饵，骗女员工去某个培训基地，实则是非法人体器官交易的中转站。颠簸最近和那个部门经理走得很近，难道他真的被骗进去了？想到这，我赶紧给柳如烟打去电话。如烟，这个帖子你从哪看到的？发帖人是谁？我让 IT 部的朋友查了 IP， 是行政部一个小姑娘发的，但她昨天突然辞职了，联系不上。报警了吗？没证据，光是帖子帽子叔叔不会立案，但我已经让我爸公司的安保部去查那个培训基地了，一有消息我就告诉你。如果颠簸真的卷入这种事，王姨那1年20万的工作很可能就是骗局的一部分。颠簸虽然可恨，但若是真被人骗去卖碎片，那也太可怜了。我挂掉电话，心里乱糟糟的，还没等我想明白，颠簸主动找上门了。一点小恩小惠，看把你得意的，给人当跟班挣几个零钱。姐这儿有个好活，半个月能拿8万，只要你道歉，我就看在往日情分上带你赚大钱，怎么样？你演电视剧呢？我膝盖金贵，不像你，公司群里还有你跪求同事借钱的截图呢。你可真是不知好歹。你呢？这工作没那么好吧？我怎么觉得你像老了10岁？你才老了10岁，林之意，你别得意。结合那个帖子看，同事们私下传的关于颠簸的古怪行踪，恐怕是真的。他很可能已经去过那个培训基地了。那个经理就是搞这个的，专挑缺钱的女员工下手。上辈子他和他弟弟敢对我下手，说明他们背后肯定有人。这辈子我虽然抱上了柳如烟的大腿，但明枪易躲，暗箭难防。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，脑子里全是那个匿名帖子和颠簸那张老了10岁的脸。起身打开电脑，试图在网上搜索培训基地、高薪兼职等关键词，但除了几条不起眼的投诉帖之外，什么也没找到。正烦躁着，柳如烟打来视频电话。还没睡？睡不着，想颠簸那事。我这边有点进展。安保部的人说，那个基地可能不在市区，在郊外一个废弃商场里。他们最近在暗中盯梢，发现有几辆车经常在半夜进出。能确定是颠簸说的那个地方吗？还不确定，但车牌号记下了，正在查车主。之意，这事你别掺和太深，我已经安排人保护你，上下班路上都会有人跟着，但你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谢谢。谢什么？你是我的人。第二天上班，在电梯里，我碰见了颠簸。他看到我时，眼神像淬了毒。那一瞬间，我几乎可以肯定，他身上发生了某种糟糕的事，而这事或许正与我有关。中午和柳如烟在食堂吃饭时，我把早上的感觉告诉了他。你的直觉可能是对的，我这边查到，颠簸这几天频繁请假，行踪不定，还多次在深夜出入公司后巷那片区域。在事情调查清楚之前，我们尽量一起行动。还有这个，你随身带着，遇到紧急情况就吹响它，用力按这里也能直接发送定位警报到我的手机和安保中心。别怕，一切都在我们的掌握中。晚上我们按时下班。晚上我和柳如烟吃完饭，路过一条昏暗小巷时，忽然听到身后脚步声杂乱。如烟快跑！
然而没跑几步，我们就被人大力拽倒，一块带着怪味的毛巾捂住了我的口鼻。再次睁眼，我看见颠簸正在门外和一个戴面具的男人讨价还价。1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10万太少了，这2个人值更多。你当初可不是这么说的，你说一个是普通职员，一个是富家女，现在又说值更多。那个柳如烟，她家特别有钱，光赎金就能要几百万。几百万？你确定？我确定，他爸是柳氏集团的老板，你们应该听说过。那你之前为什么不说？想独吞吗？我不敢，我怕你们知道他身份后就不敢动手了。你倒是聪明，可惜聪明反被聪明误。柳如烟，醒醒！他动了动眼皮，眼中闪过一丝慌乱，但很快镇定下来。我也开始打量四周。这是公司后面那栋废弃商场，看来就是那个基地。哟，醒了啊！你们这是犯法的，快放了我们！别怕，小妹妹，我们只要钱，会保住你们的命，放心。那王姨呢？你们是不是也骗了她？王姨，你说那个农村女人啊，她可没你这么值钱，不过碎片倒是还能用。你们把她怎么样了？怎么样？当然是物尽其用了。不过你放心，你是优质货源，我们不会轻易动你。先取我的，他怕疼，我不怕，我很快。不行，但那人根本没理他，直接举起手术刀向我走来。躺在冰冷的手术台上，我全身发抖。就在刀要扎下的瞬间，外面传来响声。都别动，举起手来。小妹妹，你没事吧？太危险了，你不该以身犯险的。是你林之意，你竟然算计我！早知道我就应该让他们直接动手。闭嘴，有什么话去局里说吧。涉事的人员被帽子叔叔全部带走。这时柳如烟冲过来，一把抱住我。你吓死我了！我没事，你不是都安排好了吗？安排好了也不代表不会怕。如果你真的出事，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。上辈子我嘎的时候，没有一个朋友为我流泪，这辈子居然有人会为我担心到哭。随后柳如烟拉着我准备一起去局里录口供。此时仓库外停着好几辆警车，颠簸被押上其中一辆。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眼神里充满了怨恨和不甘。在局里做完笔录后已是凌晨，柳如烟的父亲也赶到了帽子局。下次不要再做这么危险的事。要不是你们动作太慢，我才不会用这招。好，都是我的错。小玲啊，真是谢谢你保护如烟。其实是他在保护我，互相保护，都是好孩子。以后遇到麻烦可以直接找我。从帽子局出来，天已经快亮了。柳如烟开车送我回家。快到楼下时，他忽然说：“林之意，来柳氏集团上班吧。”什么？做我的助理，工资是你现在的2倍，不用加班，不用应酬，只需要跟着我就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够勇敢，也够聪明，而且我需要一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。好，不问工资吗？你肯定不会亏待我，那是自然。下周1报道。好的，我的柳大小姐。第二天，那个基地被一锅端了，颠簸被公司开除，他弟弟也被抓获，而我迎来了全新的明天。周一，我变成了柳如烟的正式助理，他带我天南地北出差旅行。后来我成了他的全职事业搭子，住他的房，开他的车，每月还有2万分红。这天，我躺在地毯上逗他的猫。不行，我快被你养废了，你快给我安排点正经工作吧，不然我总觉得人生没追求。懂了，来人，把林小姐的追求清单拿过来。我是真的想奋斗，奋斗哪个项目随便挑。我矫情不起来，也无法拒绝这样的生活。后来我闲得发慌，注册了个账号，发了几条和富婆同事的日常，居然火了。柳如烟带我投资，我渐渐有了自己的存款、房子和车子。偶尔午夜梦回，想起上辈子的自己，我都会摇头苦笑。那时的我真是太傻了。